大家好，我是魏之超。今天我们来说一个科学史上著名的疯狂实验，用浴缸来诱发心灵感应的能力。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怪奇物语》里的一个小细节啊？女主角 Eleven 小11，她的超能力呢，好像只有在浴缸里才会发挥出最大的限度。比如说在第一季里Eleven 泡在一个大浴缸，更准确的说是一个大水箱里大幅增强了她心灵感应的能力，然后她的灵魂才连接上了地球另外一边的苏联人。然后同样又是在这个大浴缸里不小心感应到了那个里世界，然后就打开了两个事件之间的裂缝。还是在第一季里Eleven 后来又是在浴缸里再次穿越到了里世界，找到了失踪的 Will。 后来在第四季里呢 Eleven 的功力那是更上一层楼不但从千里之外通过心灵感应进入到了 Max 的脑海里，而且还与 Boss 维克纳联机生生搞出了一个脑联网。这一回呢 Eleven 同样是在浴缸里完成这一切了。所以呢，没有浴缸的 Eleven 简直就像是射完了飞刀的李寻欢，弄丢了光剑的天行者，功力直接砍掉90%。如果一定要给 Eleven 上一个混号的话，我愿称之为浴缸仙子。那么为什么是浴缸呢？为什么必须是泡在一缸水里 Eleven 心灵感应的超能力才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呢？这是因为这个设定其实不是编剧拍脑门瞎编出来的，而是有历史典故的。用浴缸来激发心灵感应能力的这个设定呢，是直接来自于历史上一个真实开展过的疯狂实验。让我们回到将近70年前1954年，美国医学家、精神病学家约翰·利利医生对人脑的运行机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他特别想知道的是，当一切外界刺激都被阻断了之后，人脑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如果眼睛、耳朵、鼻子、皮肤都不再向大脑传输信号，那大脑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在缺乏这种外部刺激的情况下，大脑是会进入休眠吗？还是会产生其他什么反应呢？为了解开这个疑惑，利利医生决定拿他自己当小白鼠来做实验。他在一个偏僻的大楼里制造了一个隔离箱样子非常像是一个大号的浴缸。这个隔离箱呢，其实就是《怪奇物语》里 Eleven 被当作小白鼠做实验的那种水箱的原型。在这个实验开始之前利利医生在隔离箱里充满了34.5摄氏度的温水。皮肤如果浸在这个温度的水里呢，就几乎感觉不到任何的刺激了。另外呢，如果整个身体都泡在水里的话，也会让重力的感觉变得很微弱。隔离箱所在的那个房间也是完全隔音的，这样利利医生的耳朵也就接收不到任何的信息了。房间还保持一片漆黑，这样又可以阻断视觉。有了这些条件呢，利利医生就几乎把外界刺激全都隔断了。在实验开始之后呢，利利医生戴上一个供氧面罩，整个人就躺到了这个隔离箱里。这个实验反复做了好多遍了。约翰·利利经常在隔离箱里一躺就是好几个小时，然后爬出来记录下自己在那几个小时里体验到的各种感受。那么他体验到了什么呢？在后来发表的一篇论文里利利医生是这样描述他自己在隔离箱里的经历的。他说在大概前45分钟里他自己只是简单的回想一些生活琐事。那么在大约45分钟之后呢，他会开始放松告诉自己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他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供氧面罩和脚上的橡胶带上脚上那个橡胶带是防止它飘动的一个道具。当时他只能感觉到这两样东西，但是在过了差不多1个小时之后他就开始变得很无聊很焦躁，就有点受不了了，特别渴望来自外部的刺激。这个阶段是最难熬的，但是一旦熬过了这个阶段接下来的体验就变得有点神奇了。利利医生发现只要继续在浴缸里待下去，那么那种无聊和焦躁的感觉就会渐渐的消退。这个时候大脑似乎会切换进一个创作模式思维一下子会变得非常活跃，开始浮想联翩，产生很多平时都不太会有的想象和创意。而在度过这个阶段之后更加奇特的体验就来了利利医生会开始看见各种幻觉有一次泡在水里差不多2个半小时之后利利医生突然发现眼前的那片黑暗消失了，各种奇形怪状的物体出现在眼前，它们的边缘还闪烁着光芒，他还看见一条闪着蓝光的隧道。这时候呢，他的体验就像是身体虽然还被困在那个浴缸里，但是他的灵魂好像已经飞出天际，感应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些神秘的事物，就像是 Eleven 感应到了里世界那样。在浴缸里的最后这一段体验让莉莉大受震撼。莉莉医生压根就没打算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他的体验他想的是，老子那会儿被激发出来的就是心灵感应的能力嘛，那时候我根本就是灵魂摆脱了身体的束缚，感应到了另一个维度的东西莉莉医生坚信通过隔离箱把感官屏蔽了之后人体的某些特异功能就被激发出来了。当然我们现在回头看约翰·莉莉在隔离箱里产生幻觉的这个经历，无非是说明在缺乏外部刺激的时候呢，大脑其实不会甘于寂寞的。大
大脑似乎是很难忍受失去任何外部刺激的这种状态啊。于是外面啥也没有的时候呢，大脑就会自己嗨起来，自己制造信息来自娱自乐。这个机制当然是挺奇妙的，也非常值得做进一步的科学探索，但这里边似乎并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东西。但是在莉莉医生开展这个实验的上世纪50到60年代啊，心理学还处在一个大仙遍地走的时代，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那种超心理学那会儿还被当作一个正经学问，大众对于心灵的认知也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约翰·莉莉的实验结果和他的言论就不胫而走了。结果在西方世界一代人的记忆里都留下了关于这个躺在浴缸里魂游天外的古怪科学家的印象。后来呢，通过各种畅销书的介绍和讨论这个实验直到现在在西方世界还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而那些西方的影视创作者呢，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么一个又古怪又猎奇又很有知名度的实验。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与心灵感应有关的影视作品里，浴缸的出镜率会那么高。比如说在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少数派报告里，能通过心灵感应的能力来预知犯罪的那3位先知就是泡在浴缸里的。再比如在美剧危机边缘里也有女主角通过泡浴缸来增强心灵感应能力的情节。然后就是怪奇物语里的这个浴缸仙子的设定了。片子里的这个设定呢，其实是很严谨的。Eleven 的其他超能力都跟浴缸是无关的，只有心灵感应的能力是高度依赖于浴缸的。这个设定的灵感几乎肯定是来自于莉莉医生的实验嘛。怪奇物语里的设定甚至在很多的细节上都非常的还原史实。比如说约翰·莉莉的那个实验里关键的操作是感觉剥夺嘛，要把你的所有的感官都屏蔽起来。浴缸的主要作用呢，就是隔绝各种外部的感觉刺激。在怪奇物语里呢 ，Eleven 进到浴缸里边还要戴上眼罩，这就是为了隔绝视觉嘛。再比如说 Eleven 的浴缸里灌的是盐水，在真实的历史上呢，约翰·莉莉后来对隔离箱做了各种改进，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改进就是把原来的纯水换成了盐水。因为换成盐水之后呢，水的浮力变大，人就可以非常轻松地漂浮在水面上而不会下沉，这样的那些实验设备就可以被大大的简化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还原史实的细节，那就是冷战背景。怪奇物语里 Eleven 的超能力是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而开发出来的，而现实中呢，在约翰·莉莉的浴缸实验名声大噪的50到60年代正值苏联和美国的冷战时期，东西方两个阵营为了压对方一头，那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这其中以人体特异功能为研究对象的超心理学，也就同时被美国和苏联两边的政府和军方机构给盯上了。整个冷战时期美苏双方都没少投入经费和人力研究人体特异功能。在当时美国军方开展的各种超心理学研究里，有没有利用浴缸来激发心灵感应能力的呢？我猜大概率是有的。在现实里肯定也有过不少男孩女孩有过类似 Eleven 这样的经历，被关到一些秘密基地里进行人体特异功能方面的研究。当然在现实中，不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与人体特异功能有关的研究全都是无果而终，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能够证明人体特异功能的存在。其实关于美苏冷战时期的疯狂实验还有很多好玩的故事，我这里先挖个坑咱们有时间再掰开来说。最后来说一下约翰·莉莉医生后来的经历吧。在因为他的浴缸实验名声大噪之后呢，莉莉医生变得越来越疯从一个疯狂科学家逐渐变成了疯批科学家。他在上世纪60年代研究了很长时间的海豚，他给自己和海豚同时吃下迷幻药，他期待迷幻药会引发出自己和海豚的心灵感应能力，这样他就能够直接与海豚通话了。这个实验当然是失败了。再到后来呢，莉莉医生变得更加离谱，他相信地球上存在一个叫做 ECCO 地球巧合控制局的神秘组织，他认为他自己生活里遇到的各种巧合事件都是这个组织安排的。莉莉医生在2011年去世之后呢，有人建了一个网站来纪念他，这个网站的画风是这样的，只能说非常的飞碟探索。好，关于浴缸诱发心灵感应能力的实验我们就说到这里。最后是一个关于我自己的消息，我刚出版上市了一本新书《24帧心理密码：电影中的心理学》。书里写到了很多电影内内外外的心理学谜题，比如说王家卫、李安、诺兰、宫崎骏这些大导演内心有什么秘密，这些秘密怎么样塑造了他们的作品。再比如说一些经典电影的情节里隐藏着什么样的心理密码，科幻片、恐怖片、武侠片里的各种设定又有什么样的心理学内涵，电影对观众的心理健康、心智能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在24帧心理密码这本书里呢，对类似这样的很多问题做了很多半开脑洞半引经据典的讨论。
如果你喜欢看电影，喜欢琢磨心理学问题，那么《24帧心理密码》这本书也许可以为你带去一些新鲜有趣的思考。我也很希望通过这本书与所有的影迷一起分享电影带给我们的乐趣与感动。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链接或者简介里的链接了解一下。我接下来呢也会做一些节目展开说一说书里一些好玩的细节。我是魏之超，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